调芝麻酱，直接放油或者是加水，那么你就错了。难怪你调出来的芝麻酱不好吃。火锅店大厨教了我一招，调出来的芝麻酱细腻鲜香又丝滑，和你平时在火锅店吃的芝麻酱一模一样。自从学会这一招，想吃芝麻酱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调，再也不用去火锅店了。大家好，这里是鹏鹏美食房。芝麻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辣的，都喜欢蘸上一点芝麻酱，尤其是在火锅店的时候。芝麻酱它不仅有浓郁的香气，而且含有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我们平常购买回来的芝麻酱，它其实是这样的，并不是你在火锅店里面吃的那种芝麻酱，看起来丝滑又细腻，而且特别的香。因为那种芝麻酱也是经过大厨调制而成。今天我们也盛出几勺来看一看火锅店的大厨是怎样调的芝麻酱吧。它并不是直接放油，也不是直接加水，那么到底它是怎样调制的？盛出几勺过后，你看见这样的芝麻酱，你会选择用它来做蘸料吧？反正我是不会，这样的芝麻酱看起来就没有一点点食欲。因此芝麻酱其实是要经过我们的精心调制。首先我们加入一点点蚝油，然后再加入几滴香油，记住香油不要过多。最后再加入一些生抽。如果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加入一些白糖。然后我们用勺子的底部开始搅拌。加入蚝油可以增加芝麻酱的鲜味和香味，因为蚝油能起到调味的作用，更是传统的鲜味调料。而加入香油也可以增加香味以及营养，而且口感会更加的丝滑细腻，也不易出现那种小疙瘩，看起来表面会非常的光滑。而加入生抽的主要作用就是增味，生抽独特的鲜味可以有效的激发芝麻酱的味道，让芝麻酱的香味更浓更醇厚，而且还能够有效的促使芝麻酱更好的融合，这样我们调制出来的芝麻酱会更加的顺滑。我们把排冻的芝麻酱搅成这样，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2颗八角，准备几片香叶，再准备一点点桂皮。这些调味品我们都需要用水给它清洗一下，它表面其实也有许多的灰尘，因此我们平常在用来炖肉、煲汤或者使用之前，一定要将这些调料品给它洗一下哦。洗好之后，将这些调料给捞出，把它放在碗中备用。当然我们可以将八角给它掰下来，每一个角给它掰掉，这样可以促使八角的香味释放得更加浓郁。桂皮我们也可以给它掰成小块，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处理好之后，先放在碗中备用。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水不需要太多，直至将锅里面的水烧开。这里尽量不要用大火，因为水并不多，用大火就会容易烧干。再把准备好的这些香料给
给它倒入开水当中，然后用小火慢慢的熬制，直到把这些香料当中的香味全部熬煮至水中。其实也不需要多久，大约3到5分钟就可以了。熬好以后关火，我们用勺子可以看见里面的汤汁也已经变了颜色。当然你也可以闻一闻，我们熬煮出来的调料水是不是特别的香呢？这时候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用漏勺将经过熬制的这些香料给它盛出倒掉就可以了。最后把熬好的香料水给它倒入小碗中备用，千万不要直接倒入芝麻酱当中，因为我们并不能拿捏具体加入多少才能够将芝麻酱调得刚好。此我们需要慢慢的加入，刚刚盛出的它会特别烫，把它的温度放置在30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盛出，先加入1勺在芝麻酱当中，记住一次性不要加的太多。然后我们再次用勺子沿着一个方向开始不停的搅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沾染到调料水的芝麻酱已经开始变得细腻了。搅拌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水分明显的不够，因此我们需要再次加入调料水。通过这个方法反复的操作，看着非常干的时候，我们再次加入一些水，这里一定要有耐心。通过5分钟的努力，我们再次加入1勺香料水，这时候再来搅拌搅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见了，芝麻酱基本上也已经快成型了。而这时候需要用筷子把凝固在勺子上的芝麻酱给它拨弄下来。搅拌成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用筷子开始搅拌了。因为筷子它比较的细小，可以让芝麻酱搅拌得更加的均匀丝滑。但是搅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些小小的颗粒疙瘩，我们再用勺子的底部给它碾一碾，把这些小疙瘩给它碾细就好了。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芝麻酱基本上已经成型，最后用1根筷子来进行搅拌。视频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就会问了，为什么经过这么久的调制，还是没有变成火锅店里面自己想吃的那个样子呢？其实不然，因为经过我们的搅拌，它里面有留下的这些搅拌印子。然而我们只需要把它搅拌好，然后倒入另一个碗当中。这时候你就会神奇的发现，刚刚看起来还特别不好看的芝麻酱，瞬间就变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呢。没错吧，朋友们？视频中这样的芝麻酱，是不是就是你平常在火锅店吃的样子呢？而且同样的鲜香细腻又丝滑。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而定。所以啊，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不喜欢吃辣，而又喜爱吃火锅，那么赶紧用这个方法来调芝麻酱吧。这样调制出来的芝麻酱，无论是拿来吃火锅，或者凉拌菜，亦或者吃凉面，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哟，鲜香细腻又丝滑。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哦。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拜拜。